当你打开家里的淋浴头，里面流出黑乎乎的水，你还敢洗澡吗？可怕的是，如果用这种水洗完澡后，头发不仅会变成蓝色，还会像涂了胶水一样全部粘连在一起。其实这并不是什么丧尸末日的前奏，而是一个小小的、非常荒唐的人为错误，引发了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水中毒事件。居民的生活用水被大量污染，但水务局似乎并不当回事，他们坚持这种带颜色的水是安全的，还建议居民可以将其与橙汁混合，掩盖它的异味。这一波操作真是让一方的居民感到窒息。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在25年之后，一个女人的死又把这件事情推回到风口浪尖。2004年，卡罗尔·克罗斯因患有脑淀粉样血管病去世。这是一种罕见的痴呆症。根据尸检报告显示，他大脑当中的铝含量异常的高。各路专家对这种病百思不得其解。卡罗尔的丈夫透露，他们住在卡梅尔福德，那里曾经发生过臭名昭著的水中毒事件。自己当时也碰到了奇怪的现象，比如有一次，他先是泡了茶，然后倒了一些牛奶，可它没有变成乳白色。他将信将疑地把茶杯里面的东西倒进水槽，发现底部竟然有一团凝固的东西，这是从未发生过的情况。所以卡罗尔的丈夫推测，妻子的怪病会不会是长期中毒的影响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其他居民岂不是也长期暴露于这样的风险之下？卡梅尔福德是英国英格兰康沃尔郡北部的一个小镇。从1988年开始，宁静的小镇彻底被打破。7月6日，一个名叫约翰·史蒂芬斯的司机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，他要将硫酸铝送到洛尔穆尔污水处理厂。这家厂为周边7000多个家庭和企业提供生活用水，而所需的硫酸铝就是用来清除水中的固体颗粒。可就在这之前，约翰从未去过该厂，并不熟悉地形。另一位同事递给他了一把钥匙，告诉他只要走进大门，左手边就是硫酸铝罐，打开锁，把硫酸铝倒入即可，很好找。这里画一个重点，同事提供的这把钥匙几乎能算是一把万能钥匙，它能够打开该厂的任一个锁。当约翰到达该厂后，发现并没有任何人在接应他。他想起了同事的嘱咐，只要把硫酸铝放进左边的储罐就行了。可那里有好几个上了锁的储罐，究竟该放在哪一个里面呢？大概琢磨了20分钟左右，约翰试着用钥匙打开了其中一个储罐，竟然成功了。他确信自己找到的是正确的储罐，于是毫不犹豫地将硫酸铝全部倒入其中。可实际上他倒错了，里面装的都是已经处理好的直接给居民使用的水。这下可好，被硫酸铝污染的水全部流入自来水管当中。据推断，水中的最大铝浓度为每升620毫克，而当时相关规定的最大浓度仅为每升0.2毫克，这足足多了3000多倍。从这一刻开始，西南水务局的投诉电话就没有断过。苏珊·琼斯是水务局的接线员，事发后她就接到了一通电话，电话那头的女人抱怨自来水有问题，自己的丈夫刚洗完澡，头发竟然被沾上了强力胶一样。苏珊立刻意识到大事不好了，上报给了领导，但对方告诉她只需要安抚好投诉者，其他的先不要多说。投诉电话接二连三的打进来，情况真是五花八门。有的居民抱怨冲马桶的时候产生了一种刺鼻的气味，他都因此而流鼻血了。还有的居民发现自己洗完头后，头发都变成了绿色。最严重的是一家宠物店的老板，他很愤怒，因为他家店里的豚鼠在喝完水之后没几分钟就死了。可是不管电话那头情绪有多么的激动，苏珊都必须坚称水是没有问题的。一些居民还被告知水确实有一些酸度，但绝对在安全范围之内，如果担心可以煮沸后食用，不会比柠檬汁差。总之，水务局一口咬定水是没有问题的。反观居民们将信将疑的继续用着水，大部分人还是选择了煮沸再食用，但情况并没有一丝好转。7月8日，洛尔穆尔水处理厂的工作人员发现硫酸铝储罐的液位过低，照理来说是不可能的，于是就联系了司机约翰，这才发现了问题所在。工作人员大惊失色，立刻警告他，这事绝对要保密，他们会自己处理好这个问题。俗话说纸包不住火，谎言总会有被拆穿的那一天。水被污染的事情不胫而走。7月22日，当地报纸首次提及了硫酸铝污染生活用水的争议。很快，生物学家对水进行了测试，发现这水的问题还不少。它不仅含有硫酸铝，还有其他的有害物质。因为这种酸性液体在流入每家每户时，会腐蚀由锌和铅制成的铜管以及接头。如果居民们把这种水烧开了，非但不能杀菌，反而会提高污染物的浓度。不仅如此，调查还发现，该厂并没有按照要求每6个月清洗一次储罐，整3年都没有进行过清洁，聚集了大量的废物，这也加剧了水污染的一大原因。
这下可炸开了锅，居民们怒气冲天，他们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饮用了大量的有毒水，而且有一部分人已经开始出现了皮疹、头痛、喉咙痛、关节痛、全身乏力等症状。可1000多起投诉，那都没能让水务局重视这件事情。虽然这些症状可能只是短期影响，但未来呢，没有人能够保证铝不会残留在体内。为了消除居民的疑虑，在1989年1月，政府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来研究卡梅尔福德地区的人口健康问题。最终，调查小组得出了结论：一些持续饮用受严重污染的水的居民们可能会增加对铝的吸收，但事实证明，影响时间较短，大部分铝都会被迅速排出，只会留下轻微的铝沉积在组织当中，比如骨骼。相反，调查小组还否认了一些科学家和新闻媒体夸大了这次污染的影响，发布了各种各样耸人听闻的报道，从而造成居民的焦虑情绪。因此，他们把所有不良症状都归咎于中毒。其实这并不明智。然而，这个结论不仅没有让人信服，反而是火上浇油，许多居民都对此提出了质疑。调查小组当中有没有一位毒理学专家？医疗顾问是否是他们自己人？他们是否一开始就知道有些人的铝中毒风险会特别的高，但是故意隐瞒，别有用心呢？1991年，西南水务局因危害公共健康而被罚款1万英镑，最后被勒令支付25000英镑的费用。经过庭外和解，148名受害者获得了680至1万英镑不等的赔偿。而开头提到的卡罗尔在去世前1年反复抱怨有头痛、出现幻觉，简单的算术和单词都忘得一干二净，然后问神经科医生寻求帮助，没想到病情恶化得非常快，1年之后他就去世了。按照正常来说，大脑当中的铝含量为0到2微克，可卡罗尔的数据翻了将近10倍，整整23微克。其实在这之前，人们只了解铝中毒的短期影响，就比如头发变蓝或者变绿、皮肤病、腹泻、呕吐、关节痛和泌尿系统不适，但长期影响仍然是一个谜。虽然调查小组曾经指出，居民的症状都是由焦虑而产生的，并不是中毒本身，但是在1999年，英国医学杂志对此进行了反驳，表明一部分受害者的大脑功能确实会遭受相当大的损伤，对健康的长期影响必然是存在的。更重要的是，专家批评了当时水务局处理中毒事件的方法，居然建议居民们把水烧开，这大概是最糟糕的处理方式了，因为沸水会使铝浓度提高至少3倍以上。2005年，受害者之一的莎拉·希利芬特上吊自杀，年仅20岁，却也患上了和卡罗尔一样的痴呆病。2007年，91岁的当地居民艾琳尼尔因病去世，尸检报告也发现了大脑中超高的铝含量。这些受害者的出现无疑是佐证了铝中毒的长期影响。科学家们也进行了动物实验，在小白鼠的饮用水里面加入了铝。几个月后，小白鼠就患上了与卡罗尔一样的痴呆症。可惜，仅靠这一点还不足以证明什么，除非曾经住在卡梅尔福德的居民全部都接受大脑扫描，才能够得到充分的证据。不过，这样的话就需要大量的资金。令人遗憾的是，维权之路总是充满了坎坷，到最后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不了了之了。其实回想整件事情，从一开始就是可以完全避免的。不熟悉流程的司机来到空无一人的工厂，无人指导，司机就像是开盲盒，随机选择了一个橱罐开锁。站在司机的立场上，其实他没有发现异常也是情有可原的，但一把钥匙能够开多把锁这个事情，就算是工厂的严重失职。而当地居民投诉后，相关部门竟然还是死不承认，不停地用谎言掩盖真相，甚至还误导居民把水煮沸，无疑是加重了毒性。再者，这是相关部门的处理方式，实在是太糟糕了。他们只想着混淆视听，糊弄过去，等背地里处理了，问题自然而然的就消失了。居然还敢拿那么多条生命来对赌，只能说他们没有人心。更让人后怕的是，虽然这已经是25年前的事情，但有专家提出，建议那些经历过水中毒事件的居民们，每天至少喝1升含硅矿泉水，这有助于身体排出铝。自来水都能中毒，这真的是让人头皮发麻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还不是没有人因此受罚。卡梅尔福德看上去已经恢复了风平浪静，可无辜的居民从1988年开始就过上了提心吊胆的日子。卡罗尔的去世几乎要击溃他们的心理防线，没有人知道自己水中毒有多严重，大脑是否也正在被有毒金属一点一点的侵蚀。据说很多人因此还患上了疑病症，觉得自己的身体这里不好那里也不好，但去医院检查却一切都正常，妥妥的精神内耗。也许居民体内的铝确实是微乎其微的，但这件事情就像是藏在心里面的刺，深深扎根，导致了沉重的心理负担，永远都无法释怀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如果你觉得视频做得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真人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